足圈有个公开的秘密，港城4大太子爷手上戴了4枚一模一样的廉价戒指，谁都不能碰。据说上一个碰了的人，隔天便人间蒸发。没人知道那是我随手从2元店买的地摊货，他们却视如珍宝，从小戴到大，甚至在我出国后还为我洁身自好。可当我回国那天，约定来接我的4个竹马却都没出现，眼前突然闪现一排排弹幕：女配太惨了，短短3年4个男主都爱上了替身，没一个人在乎她。女配明明漂亮又优秀，却成了推动男女们感情的工具人。她一回来，男主们才知道自己多爱女主，原来另有所爱啦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拿出手机发了条信息：碍事的人都不在，宝贝儿快来。10分钟后，我挽着男人的胳膊出了机场，弹幕发出尖锐报名：怎么回事？女配瞒着男主们在外面也有人了，不确定。再看看这大帅哥怎么长得那么像京城首富家太子爷霍爷？他不是后半段才出现的大反派吗？一个人差点团灭主角团那个，怎么现在就出来了？大反派，我看相虽然被我挽着，但明显在赌气的霍爷，剑眉星目，轮廓深邃，倒十分具备大反派的威压。如果他不撅着个嘴的话，季月，我20岁就跟了你，结果呢？你都没有告诉我你国内还有4个备胎，你还让我躲起来。我一个正牌男友像个小三儿，你把我养得好差，看他委屈巴巴，我也快冤枉死。我还不是怕那4个癫狗欺负他，但凡我早点知道他是反派，我就不阻碍他发挥了。谁叫他相遇时冲着我撒娇卖萌，那殷勤无害的样，我还以为他就是个卖身求荣的母子。我错了好不好？不过他实在是个敏感的小男孩，哄不好又要闹，所以我果断道歉。说吧，想让我怎么补偿？姐姐除了有点盐，还有几个臭钱。谁稀罕你的臭钱？男人恼了，眯着眼睛危险逼近我。季月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恋爱是奔着结婚去的，你敢背叛我，我就打断自己的腿，把自己锁在你家，让你永远离不了我的手掌心。我惊奇的点点头，听起来我很占便宜。他得意，必须的，谁还能像我这么抗造，经得起这么折腾啊？确实不能。弹幕都为他的付出而刷屏，我仅用1秒就磕上了这对 CP。大黄小子，你别太诡计多端，这是凭一己之力玩虐4个男主的阴质反派吗？女配姐求训狗教程，我还真没训，这恋爱脑天生的，羡慕不来。不过结婚这件事可以考虑，毕竟我这次允许他跟着回国，就是要跟我那位执着于给我订娃娃亲的爷爷挑明，要结婚这种条件才可以。他给我挑的那4个竹马，我真一个都看不上。当我带着霍野回到家，4个竹马也没在，只有他们的爹妈一脸热络的欢迎我，还没跟我说2句话，就被愤怒的爷爷赶出门。爷爷本来对那4人的缺席十分不满，可在见到霍野的瞬间，立马眼睛放光。死丫头，怪不得在外头待3年不回家，还真叫你背着我吃到好的了。他用拐棍杵我2下，拉住霍野的手，笑得像个拐子。好孩子真俊啊，家里穷还是富都没关系，留下来留在我们季家，给季月生娃娃。果然我也就是颜控，一见到霍野就把那4个娃娃亲对象抛到脑后。霍野小脸一红，也不知道在装什么纯情。爷爷都听季月的，然后趁机补充了一句：我姓霍。霍，我也倒吸一口凉气。哪个霍？上城掌权人霍征的霍，霍征不才，正是家父。我也瞬间神色凝重地松开他的手。这不好吧？我们季家虽然有几个臭钱，可比不上霍家，我们季月不入赘哈。怎料男人从兜里掏出一沓叠成方块的合同，反塞进我爷的手。爷爷见外了，霍家的股份，我妈持32%，我持30%，我2个拿20%给月月，比我爸还多2%，这是股权转让书，先签着，实在不行我让我妈离婚，保守还能分10个点给月月当嫁妆。我也热泪盈眶，2只手握住霍野的手，我这不算卖女求荣吧？霍野陪哭，爷爷，您是首富的爷爷了，自信一点。我也道，爸爸，以后我叫你爸爸。咱们2个，霍野接，各论各的。2人发出嘹亮的结笑声，对此我很满意，他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我也是。单知道他姓霍，没想到是这个霍，我这该死的魅力，怎么就征服了全书豪门天花板呢？季月，你真争气啊！而弹幕也疯了，我到底在看什么？这还是简介里的替身爽文吗？白月光都有官配了，谁还会因为嫉妒女主而黑化？就让我看女配和反派甜吧。另外5个别出来了，不可能！刚才那些男主的爸妈感受到季爷爷的态度，已经急着给儿子打电话了。剧情肯定还是要跟着主线走的。通过弹幕我才知道，我那4个竹马之所以到现在都没露面，是因为我的替身沈烟，他昨晚想不开了。果然我一出门就听到周家老爹在走廊上跟他作为男主之一的儿子好。周义礼，我不管你在哪，现在必须回季家一趟。周总也是50多的人了，大总到了这个年纪，难免用老年机，动静大。于是我听到对面不耐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：爸，嫣嫣受伤了，我在医院走不开，你跟季月说我们实在抽不开身，他要能等，我们到时候给他补办一个接风宴。义礼，你走吧，我本来就是
就是个赝品式替身，你回到你的月亮身边吧。我不值得的。一个哭唧唧的女声响起，委屈破碎到不行，估计就是弹幕口中的女主沈嫣了。其他3个男的看不得她哭，纷纷开口：周易里，你这么舍不得季家赘婿的身份，就滚！嫣嫣让我们陪着就行。这是陆怀，嫣嫣你别理他，他从小就跟在季月屁股后面惯了，舔狗一个，要走他走，我绝对不会走。表忠心的是姜饼。沈嫣听话，我承认我们之前对你是有些过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不会再因为无关紧要的人伤害你。现在你对我很重要。这个霸总懊悔的是傅余年，最后以周易里的反驳做结尾。谁说我是季月的舔狗？小时候的破事儿我早忘了，你们自己没少黏着他，少诬陷我。爸，你别给我打电话了，我不会回去。大小姐要找人伺候，找别人吧。周爸对着电话啐了一句，才看到旁边的我，冲我抱歉一笑。月月，我客气的摇摇头，无所谓的。他们4个的德行我早就知道了。弹幕说沈嫣很柔弱，是最能激发人保护欲的那种，那就不奇怪了。我那4个竹马从小到大最喜欢的就是保护弱者，重点表现在自父母意外离世，他们4个就跟鬼一样缠上了我。说好听点是守护，实际上不过是一场自我感动的过家家。他们不许我交新的朋友，生怕别人问我父母在哪，不允许我去参加小姐妹的聚会，怕我触景生情。我高中时被校草告白，他们挡在我面前，不要以为月月没有父母，你就可以随意诱骗他。月月，虽然爸爸妈妈不在了，但你还有我们，真是歹命。如果没有他们，老娘早走出来了。所以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件事，我就是出国留学，狠狠远离靠自己本事考上的学校，终于将这些人隔绝在外。我希望他们就这么爱着女主，永远别来烦我。然而在我也大张旗鼓地给我办接风宴的那天，这几人还是甜着脸来了。4家的几个老狐狸屈居咱家之下这么多年，就想着靠儿子和你这段婚姻能拉拢咱们季家更上一个阶层。我也老神在在，可惜啊，半路杀出个替身，他们尚且能摆平，结果你一回来就带了个男朋友。你要是跟别人结婚，他们的算盘可就落空了，能不急眼？回去不知是怎么给自己儿子上眼药呢？弹幕却笑成一片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。男主们的爹妈只是告诉他们，女配要跟别人订婚了，他们本来倾向沈嫣的天秤就又摇摇欲坠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而且他们还贼傻，竟然同意要带着女主来。女主来是为了装纯装圣母，突出女配有多坏多势利，自己有多善多纯洁。他们带她来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让女配吃醋喽。他们可以抛弃女配，但不许女配抛弃他们呀。于是当晚的晚宴，打扮的最盛大精致的2个人，一个是准备被我介绍给所有人的准未婚夫霍野，一个是连邀请函都没有，靠着4个竹马硬带进来的小白花沈嫣。她五官确实和我有几分相似，只是身材比较娇小纤弱，偏偏穿了个宝蓝色的华贵公主裙，配合她比肩膀宽阔的头围，在4个竹马的包围下，映衬的有点像天启和他的4骑士。我站在楼梯上，看到那4个人望向我的眼神里，不约而同闪过惊艳。弹幕又活跃起来，怎么呢？跟替身待一起久了，忘了正主有多漂亮了是吧？沈嫣左看看右看看，也注意到了他们的异样，她不甘地咬了咬唇，忽然赌气般地提着裙子朝我走来。你是季月吧？我是沈嫣，我今天来是想亲手把伊里他们还给你。那天你回来的时候，他们虽然都在医院陪我，但我知道他们心里最喜欢的是你。对不起，我不想跟你抢的，求你原谅我。他伸出手想要抓我的胳膊，弹幕吐槽来了来了。按照原文，女配会因为不满女主代替自己的位置，当场发作，把女主推下楼梯。开什么玩笑？女配有反派哥了，还稀罕和女主争风吃醋？女主不会要自己故意摔下去吧？拙劣，太拙劣，还真叫他说对了。沈嫣刚接近我，就忽然身体歪斜向后仰去，只可惜他动作太慢，一只手先从他背后伸出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他拽了下去。沈嫣噼里啪啷的在楼梯上翻滚，最后摔了个四脚朝天，也亏他自己选的这个距离好，蒙圈但不伤脑。而霍野这个始作俑者却穿着和我礼服相配的情侣装，依旧美美的站在台阶上，修长的身材和卓越的脸蛋，简直是西装暴徒。他昂着头，用下巴指了指被那4个男主架起来的沈嫣，交金大少爷做派十足，你什么货色，抢我的位置？不知道季月身边只有我可以站，俩眼睛沾8层眼睫毛 cos 蜘蛛，就真当自己多长眼了是吧？刻薄，太刻薄！这座惊人射手拿把掐，我看着被霍野对得泪眼巴扎的沈嫣，还有那4个手忙脚乱将他架起来，对我怒目而视的男人，心里冷笑，那咋了？你们能教养绿茶替身，我就不能独宠做精未婚夫吗？不就是来找事儿的吗？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！季月，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？陆怀是他们几个里脾气最冲的，眉毛一拧率先开团。嫣嫣是我们请来的贵宾，你让人这么对他是什么意思？不就是嫉妒我们没围着你转？他咬牙切齿，你果然和出国前一样做，你越是霸道，只会越把我们推向嫣嫣。你现在就让那男的下来给嫣嫣道歉，我们不舍得怪你，难道还动不了他吗？周易里也帮腔，是啊，月月，我们不是你的所有物，喜欢谁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，因为霍家人一直低调，带他们照片的报道太少了，霍爷又从小养在国外，他们并没认出男人的身份，否则几家人加起来没霍家一个子公司有钱，哪敢这么嚣张啊？惹到你们什么下场？好怕怕哦！霍爷
野装出一副受惊的表情，转身搂住我，把头埋在我颈窝上。宝宝，这几个人这么凶，你要保护人家。我配合地摸摸他脑袋，逆着楼梯下的5个人，我男朋友只是想要站我旁边罢了。那个女人挡了他的位置，当然要让出来了。至于他摔倒，我无所谓的笑笑。我男朋友天生力气大，又不是故意的，他很纯洁的，没你们那么多花花肠子。你们吓到他了，我希望你们跪下给他道歉，不然惹到我是什么下场，你们也应该清楚。季月，4个人的脸瞬间变得阴沉。周一里咬着后槽牙，你说什么？他真是你男朋友？从小到大我们几个宠着你护着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竟然变心！我告诉你，吃醋闹一闹可以，真要闹大了就没意思了。一里，你不要凶月月了。原本哭哭啼啼的沈嫣擦着眼泪开口，她轻轻拽着周一里的袖子。我明白她的，她只是个渴望被疼爱的小女孩，看到曾经那么疼爱她的4个竹马去保护别的女生，心里一定很不甘，故意找个模子气气你们也很正常啊。说完，她偷偷瞥了一眼霍野，脸上泛起可疑的红晕，却坚持着纯爱人设。其实我也不懂，明明月月小姐哪里都好，优秀又漂亮，你们怎么就选择了我呢？她懵懵懂懂的眨眨眼，大概是我比她更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吧。傻瓜，周一里心要被她酥化了，你什么时候不这么善良就好了。不过谁说我们不是看中你的善良呢？季月，知道我们为什么都喜欢嫣嫣了吧？姜饼抱着胳膊帮腔，他懂得感恩，懂得什么是爱，不像你是个暖不化的冰块，喂不熟的白眼狼。但凡当初你为了我们放弃出国，我们也不会对你那么失望。或也直接用国粹出声打断，刚才他还能装装小绿茶，现在直接演不下去。他俯视他们，危险的眯起眼睛。你们喜欢菟丝花是你们的个人癖好，少拿来要求我老婆。我老婆是一巴掌能把你们几个都扇飞的英雄，雌性中的雌性。你们不喜欢就滚远点，别挡着我吃软饭。这2句说的可太媚我了，我就喜欢他这没脸没皮、娇不拉几的蛮横小样。我搂着他的腰，朝着那几个目瞪口呆的扬扬下巴。可不吗？被抛弃就多找找自己的原因。我暖得很，只是暖的不是你们。我两眼一眯，相当鄙视。但凡你们有我家宝贝儿一半俊俏懂事，我都不会对你们这么嫌弃。长得丑想得美，建议你们几个和沈嫣美美所死，都是没人要的矫情货，千万别流入市场哈。沈嫣噎住，恨恨瞪着我，一个吃软饭的，有什么资格跟我们比？陆怀破防了，他环视四周，你问问在场的所有人，连事业都没有的小白脸，谁会看得起？周围看热闹的宾客突然被 Q， 相互对视了一眼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苏家的大小姐晃着手里的香槟，只要和季小姐男朋友一样长得帅，会提供情绪价值，我不介意给他花钱。你们才多大啊，就谈什么事业？陈太太抱着胳膊，朝着我那4个竹马笑得讽刺。你们现在跑到公司当个 CEO、CCO 的，还不是家里的安排？离搞事业早着呢。这小伙子就不像你们，人家聪明，经营好的婚姻也是事业的一种嘛。再说了，你们都喜欢上别的女人了，管人家月月姐选谁当男朋友啊？顾家千金年纪小一点，说话更直接。我就喜欢月月姐男朋友那样的，很可爱很专一。你们4个我觉得不行，人家月月姐的接风宴带个不知道哪来的女的又唱又跳的，要是我直接把你们轰出去。一番自由言论下来，4个成功男人已经气到面无人色，只有一直没说话的傅云年强装镇定，企图把矛盾抛向我爷爷。季老，您是最疼季月的，您看到他和这种不入流的男人在一起，性格变得多乖张，您忍心他误入歧途？就是季老。陆怀急了，月月没有父母帮他把关，你也不能由着他胡闹啊。陆怀这话直接戳我爷爷肺管子上，爷爷原本不想搭理他们，却被陆怀气得没忍住，一记老拳，砰，让陆怀一张还算帅的脸上迸发了鼻血喷泉。就在昨晚，我也私下问我是不是真要和霍野订婚，放弃那4个竹马。我跟他聊了很多，他在得知这4个竹马总是提及我父母的过世后，心疼愧疚的一宿没睡，第2天气都没消。陆怀提这个纯纯撞枪口，小兔子，我告诉你，不该管的事儿别管，我们月月的爸妈在不在都很爱他，不是你能拿来说东说西的。我也用拐杖指着他，当初我默许你们几个跟在月月后头，就是看中你们，跟修狗似的无条件顺从他。现在你们不喜欢他了，无所谓，识相点自己走，还教起我宝贝孙女儿做人来了。陆怀挨了一记，从刚才一直沉默装死的陆家人突然诈尸，冲了上来。季老，孩子们的事叫孩子们自己解决不好吗？动手算怎么回事？陆爸一副道貌岸然的嘴脸，其他几家也见风使舵，纷纷冒头。总之现在的情况，我已经不可能和他们儿子和好如初，索性联合起来和我们撕破脸。看看，是季家女儿先为了个男人跟我儿子决裂的，出国也就3年，从小的娃娃亲就忘得一干二净，水性杨花的儿媳，我们傅家也不稀罕。傅爸跟傅云年一样，屁的一优好哎。周爸也趁机倒打一耙。季老，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你孙女，是他的问题，我们几家孩子都喜欢上了其他女孩，证明你孙女就是不如人家姑娘优秀，承认就这么难。陆怀紧接着道，爸，如果你因为忌惮季家就断送我一辈子的幸福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陆爸比他还没脑子，我会怕他们季家是比我们多点资产，但我们几人联合发起力来，扒他们一层皮不是问题。弹幕已经没眼看了，第一次希望大反派把他们团灭，而霍野这个大反派
还真有这个能力。从刚才开始，他就在手机上不知道捣鼓些什么。刚撂下狠话，他的手机就响了，他不在意的摁掉，得意的朝我也继续挑衅。你好好想想，要不要为了你那个刁蛮的宝贝孙女和我们4家人作对？他刚说完，手机又响起来，他又摁灭又响。与此同时，其他人的手机也都纷纷响了起来。在此起彼伏的铃声中，他们逐渐意识到了不对劲，面面相觑中，缓缓接起电话，从一开始的游刃有余到强装镇定，最后脸色渐渐趋于苍白，直至满目恐慌。什么？合同谈到最后不签了？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？那笔资金不是说好融给我们，怎么就撤资了？不行，全公司都在等着这笔资金倒账啊！直到电话那边的人说了什么，他们一个接一个陷入死一般的沉寂，仿佛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，有种才意识到自己瞎了眼的绝望。爸，你能不能等会儿再谈公司的事儿？赶紧让季家人给我们道歉，这婚约我绝不会履行。陆怀这个被家里宠坏的、毫无商业敏感性的傻的，还在不停催促。陆爸被他催得终于缓过神来，猩红着眼睛盯着他，扬手一个大耳刮子，给我跪下，给季小姐和霍先生道歉。弹幕见此也笑了，哈哈，真是变如脸。刚才的狂劲儿呢？那些电话是霍野的手笔吧？以霍家的能力，想给这几家使绊子太容易了。霍少爷，富爸知道了霍野的身份，连忙舔着个脸笑着道歉。您看误会了不是？我们要早知道您是季小姐的男朋友，我们怎么可能不同意呢？大家说那么多，就是怕季小姐所托非人啊，都是好心。您消消气。对呀，江妈也连忙弥补。月月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就算做不了儿媳，也希望她好呀。关心则乱。霍野轻轻歪头，勾起一丝毫无怜悯的笑意。是吗？那刚才说我家月月水性杨花的是谁啊？她艳丽俊美的五官寒冷又狠厉，活了几十年也修不成个人脑子，少在我面前装。说实话，她这副模样确实很太子爷，克制的嚣张，怪迷人的。江妈知道没有台阶下了，她抬起手就扇了沈嫣好几巴掌泄愤。都怪你，叫你勾我儿子，叫你挑唆他们胡闹，这下好了，把我们害得那么惨，你满意了？妈，江炳急得拉开她，这是我们一起决定的，怎么能都怪沈嫣呢？你闭嘴！江妈冲她咆哮，你知道咱们这一下蒸发了多少钱？几千万啊！所以让你买不起衣服鞋子，上不起现在的学，你因为这个女人没未来了，知道吗？江炳直接愣在当场，江母只是哭着用力抓头发，再懒得理他。炳哥，你别难过。沈嫣终于慌了，不顾酝酿茶技，急于求成的拉江炳胳膊，你还有我。江炳一下甩开他，你先别动我，让我冷静。沈嫣惊愕，自己的话在江炳面前头一次失效，于是他捂住脸，凄楚地哭了出来，使出杀手锏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灾难。季小姐和霍少爷如果真的这么讨厌我，我再也不出现就好，请不要牵扯我爱的人。他捂着胸口给几家人鞠躬，我会退出你们儿子的世界，只希望你们不要怪他们，他们真的都是很好的人。阿怀、义理、云年、炳哥，再见了。说完，他提起裙摆就向外跑去，陆怀却唰地站起来，跑过去抱住了沈嫣，别走，没有我的同意，谁许你离开的？我才不管什么霍家，不管什么施压。他恨恨瞪着我，季月，你想通过这种方式把我和沈嫣分开，我偏偏要一直和他在一起，没钱又怎么样？阻止不了我们相爱。我不靠家里，靠我自己的双手，也可以为你搏出一个未来。不顾陆爸的嘶吼，陆怀信誓旦旦，给沈嫣感动完了，他们准备携手狂奔。临走前，沈嫣回头看向神色纠结的周义理，周义理被他爸死拽着，最后惨淡一笑，陆怀，你好好爱他，是我输了，尬死我算了。弹幕吐露我的心声，4大家族受到重创，终于是老实了，卑微了。除了陆怀，其他3个人或是主动，或是被家里强迫都来找过我，却被保安拦在门外。我没时间陪他们继续闹，我正忙着抢夺他们在霍氏内断掉的各种资源。霍也一口气秀了那么多操作，并不是没有代价，代价就是季家必须在能通融的2个月内，将其他家族所欠的货物、项目以及方案全部补齐，是挑战也是绝佳机会。毕竟霍家这样的家族，我想凭借家世嫁进去实在吃力，把股权当嫁妆这事儿，霍也执意要给也能做到。但我想要的是切实成为霍家权力中心的一份子，就要像霍野的母亲，霍家真正的背后掌权人，证明我能够帮扶霍家的实力。处理好这几件事是我的入场券，霍野懂我，所以才会这么做。宝宝勇敢飞，我会为你做好后勤保障的。霍野的后勤工作实在是有点拿不上台面，在我通宵做方案的时候，他穿着个围裙，端着盘奶油草莓就进书房了，恰到好处的肌肉线条在暖黄灯光下泛出白巧克力般色泽。他撑在我桌边，将洗好的草莓喂给我吃，笑得勾勾。先吃点宵夜补充一下体力。我冲他一笑，按着他后颈狠狠地啄。而后办完的第2天，我让人收拾他的行李，给他打包扔出家门。你先回家稳住你妈，等我搞定一切就去接你。嘎妖精，休想让贫僧取不了经。霍爷小媳妇儿似的擦着眼泪，用完就扔。渣女，下一秒很果断地拖着行李箱回家哄他老妈去了。爷爷调动所有人脉和资源，疯狂改稿，东奔西走，先斩后奏，终于在2个月时间将所有的合同都过了甲方，投入巨资的项目得以注入资金开始运转。我着实松了一口气。很快霍爷那里得到好消息，下周云顶山居，霍母要请我吃饭，
而弹幕快急坏了，妹宝你要小心啊！沈嫣和那4个渣渣要使坏，那4个要在霍野妈妈面前污蔑你和他们有关系。沈嫣在霍野杯里下药，想破坏你们的感情。而在我这2个月的努力间隙，也偶尔从弹幕那了解到了沈嫣和陆怀的现状。大少爷离开陆家，发现外面全是雨，根本找不到体面工作，只能蜗居在出租屋，吃沈嫣的，用沈嫣的。恐怖的消费观直接震惊沈嫣全家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2人3天一大吵，2天一小吵。陆怀觉得沈嫣不爱自己了，还玩起了强来的爱。眼见沈嫣怀孕，陆家舍不得自家第1个孙子，还是把他们接回去了。可是对彼此造成莫大伤害的2人，爱意早已消磨，恋爱脑没了，坏主意就来了。2人想起了自己的共同敌人，于是他们笼络其他3人，凑在一起，想出了那么个损招，破坏我和我未来婆婆的第1次见面。而沈嫣要用尽方法拿下霍野，让霍家帮她养孩子。毕竟在晚宴上，她就已经偷偷相中霍野了，只是当初选陆怀更稳妥。和霍野的母亲见面那天，我和他相谈甚欢，相见恨晚。霍野又整上了不要钱的死出。妈咪啊，我都说了，他才不是什么穷丫头，他给我保证过的，等嫁给我就帮我料理家业，你儿子就躺在船上数钱了。陆程疼爱的拍拍他脑袋，太好了我的，你这恋爱脑管公司实在是费劲，终于能做他擅长的事了。我们把酒言欢。弹幕纷纷好奇，奇怪，不是说沈嫣会收买侍酒师给霍野下药？我看他没事儿啊，前面没认真看吧？刚才沈嫣因为有人匿名举报私藏对客人有害的东西，已经被帽子叔叔带走了。而深藏功与名的我微微一笑，陆怀不知道沈嫣已经落网，依旧按照计划带着其他3个人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包厢。月月，不要再向霍夫人隐瞒你和我们的关系了，霍家家风严谨，你迟早会被拆穿的。抱歉霍夫人，月月是我们几个的未婚妻，很早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女人了。这招好毒啊，虽然是污蔑，但豪门男宝妈一般都很难接受吧。人心中的偏见是一座大山，就连3观一向很正的弹幕也没了底气。所幸霍野的母亲不是一般的男宝妈，她先是讶异地打量了一下这4个人，然后对我勾起揶揄的笑。你现在的眼光和以前比起来，真是突飞猛进了。霍夫人，陆怀刚想说话被他打断，你们什么咖位，我儿媳妇儿什么地位，要真算起来，只能说你们曾经是他的男人吧。怎么他不要你们了，你们就闹到这里来讨说法，可有什么办法呢？自己留不住女人怪谁？我儿子就是比你们优秀啊，爱情里不被爱的才是33，你们这几个小4、小5、小6不懂吗？还闹到正夫这儿来，真是没教养。弹幕瞬间打脸，兴奋起来啊！我错了，您不是一般的妈，您是海纳百川的大地之母，好牛的逆向思维。看着那几个人错愕铁青的脸，我心里暗笑，他们直到被霍家的保镖打包扔出去，还是依旧想不明白，霍家看似姓霍，实则都是霍夫人陆程一手操办到今天的规模。不是霍征选了她做霍太太，而是陆程在那么多潜力股里选了霍征。女人到了我这个地步，倒不用去刻意的争名，总会有人把你的成功归功到你丈夫身上。他拍拍我肩膀，但你要明白，你手里最该抓着的是什么？我认真点头，受教了。不过他有些狡黠的眨眨眼，我还是很护短的。阿姨爱你，你最好陪她白头偕老。我笑了，温温柔柔的谈条件，那就要看婆婆给儿媳的彩礼有多少了。而我那4个竹马被霍家从云顶山居扔出来的事，被媒体大肆报道，无论大小企业都不敢再和他们合作了。刚团结起来的4大家族真是一损俱损。当然没有了钱，他们还有沈嫣，只不过当他们看到在局里把所有计划全盘托出的沈嫣后，惊觉他们心中唯一纯白的茉莉花已经成了邪恶黑心莲，还要声嘶力竭地把他们拉进泥潭。是陆怀指使我的，早知道这样我死都不会和他们在一起。他们想在一起就在一起，不喜欢了就一脚踢开，让我独自承受这些痛苦。凭什么？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，他活该，那4个人比他更活该。于是我出了把力，帮他请了个律师，无偿帮沈嫣打官司，让他们各自付出代价，谁也别想跑。期间那4个人又领着自己的家人跌跌撞撞来到季家大门前，哭着跪着忏悔求我原谅。他们不是知道错了，是知道自己要完了。不过他们的哀求我也听不见，因为我已经不在家了。我在霍氏的董事会上，陆程给我的股份足以让作为首席执行官的我放开手脚，大肆作为。当然我也谨记与他的约定，好好经营和霍野的婚姻，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今晚霍野又因为我加班生气了，我抱着他哄，说吧，要什么补偿，钱你不稀罕，姐姐今天有时间陪你耗。霍野高兴了，凑到我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。弹幕适时出现，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听的？哈哈哈！还记得霍野最开始出现的音质反派标签吗？他跟他妈妈和老婆比，简直满脑子恋爱的纯爱战神。最后弹幕们被我隔绝在室外，不说了，我要去探索霍野说的秘密了。